来吧，下边咱们说说马斯克，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条，马斯克到现在已经这个发和转发了几十条推特了，对川普进行了各种嘲讽、反驳，包括直面的硬刚。当然，川普呢也在自己的平台上发了3条贴文，前2条贴文呢明显是带着干货的，最后的这条贴文呢是稍微有所克制，就说我并不介意马斯克突然变成了反对我还在解释我这个美丽大法案给美国人减税，什么1.6万亿怎么样有点在解释自己了，就没有正面再去攻击马斯克。前面那个呢说的是比较那个攻击性是很强的了。应该说呢，川普后来包括在和梅尔茨见面的时候，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也对马斯克进行了一些攻击也进行了一些这方面的描述。当时让旁边的梅尔茨立刻就靠在那个沙发背上，把手抱在胸前，就在旁边看戏了。当着客人呢，就看了这么一场好戏现在呢，双方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刚刚消停了点儿。刚刚我看到马斯克最新上传的一个帖子，是他接受了一个访谈跟谁说了这么几句他又来了，又发了一些什么别的东西我再看看说他的大火箭他说了，如果美国真的破产了，那是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又刚才发了一个访谈了，那直接说说结果。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股票了。你和川普猛烈的开撕，那你在那市场上有一个特斯拉股票立刻就现原形了。最多的时候我看跌了将近17%，最后稍微抬上来一点儿，最后是跌了14.26%，这是相当多的了。在跌到16%、17%的时候，那时候有人给他快速的算了一下，一天就损失了1500亿美元，创造了整个特斯拉公司历史最高单日亏损记录。就因为这猛烈的开撕，一下掉了这么多。那他在这掉这么多，川普也没好受川普的那只股票他呢他那个平台的股票也掉了8.04%，也是非常低的了。一天就掉了8点几，那也不得了所以说也出事儿了。哇，两边的直接影响还是有的了。快速的回顾一下俩人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首先呢，这不是从马斯克开始吗？那天呢，对不起，我实在忍不住了说到这个大法案我令人作呕那天就是我们新闻里也都跟大家讲了嘛。最后呢，我不希望美国破产等等，他说了这么多，结果呢就停了。但是呢，这记者他有时候他就惹事儿。在川普会见梅尔茨的时候，那记者他问说你看马斯克他问了这些问题，那川普呢就立刻做了回答，说我们之前关系非常好，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这样。他说我对马斯克非常失望，他说我曾经帮了他很多当然有人对这个就不满意了，你说什么私人关系，人家说的是国家大事，你扯私人关系，这个是没什么用了。他就讲，他说马斯克对这个法案的运作，实际上比任何在座的人知道的都要多得多。然后他讲他非常知道这个法案，他只是因为他那个车，我们把那电动车补贴给取消了他才开始反对这个问题。就那意思是因为那个补贴没有了，那7、8千块钱补贴没有了，他跟我急了。然后他嘟囔着说了这么一句。他说呢，当然他现在还没有对我出言不逊，但我想很快这一切就要开始了。他迟早会的。他说明也太了解马斯克了，果然马斯克就开始了。然后看到川普在梅尔茨对面说了这番话，立刻在推特上就反驳
马斯克就反驳错，这个法案我一次也没看过。你不是说几个月前我就知道这件事，我比在座的人都知道的更多，我从来没看过。而且这个法案是在国会在深夜迅速通过的，很多议员老实讲根本就没看过。后来有人就问那马大姐那个格林啊，说你看过这个没有？没看过。只要川普认为是对的，我就认为这事儿是对的，我就同意。后来有人给起了个名儿，美国申纪兰啊，那中国这申纪兰那不是只要呢，是我们这共产党说举手我就举手。哎，马斯克就说了这么一个，然后这马斯克就进入到了那种负面的情绪就开始了。这条写的是要了命了，他说呢，如果没有我，川普将输掉这场选举，民主党将控制众议院，共和党呢在参议院也就是个51-49。然后下边再跟一帖，真是忘恩负义，没我你根本赢不了，然后现在这么对我，这就叫忘恩负义。到这儿这开撕就全面的开始了，这到这儿就情况就比较严重了。那到了这一步，川普就连续发帖说马斯克啊已经是精疲力尽了，是我要求他离开的，等于他揭示了这个真相。当时他跟所有人都不对付，跟贝森特还打架啊，是我让他离开的，因为我取消了他的电动车的授权啊，然后呢，强迫每个人都因为这个授权，强迫每个人都购买别人不想要的电动车，因为他是啥意思啊？他说特斯拉是因为有这个补贴，所以才引诱别人来买，其实根本别人都不想要。这可是要你挖我心，我也挖你心。那你一开始弄那个红的特斯拉，你还买了一辆来回报马斯克，当时是怎么回事？好家伙，就这么干。然后因为我把他补贴取消了，他就疯了。然后后边又来了，这个就有点厉害了。说在我们的预算中，你不是老说这个钱多吗？那省下数十亿美元的最好办法，就是把马斯克的政府补贴和合同给取消了。我一直惊讶，拜登竟然他没有这么做。那马斯克看到立刻回呛，鉴于总统取消合同的声明，我这个 SpaceX 就是他那个太空系统，立刻开始退役龙飞船，因为现在美国 NASA 自己已经没有太空船了，就得用他的嘛。前一阵在月亮上那不是有一男一女2位宇航员给困在那儿好多天嘛，是他的龙飞船给救回来的。那你不给我补贴了，我这船我立刻就停了。这火就上来了，然后呢，就用了一些，你比如说啊，马斯克在川普的帖子下边直接就回复如此明显的谎言，就用这样的话直接杠啊，来回击川普的描述。另外，他这个宣称说，川普的关税将导致今年的下半年的经济大衰退，他就直接这么说了。最后这就升级啊，马斯克呢对一篇声称川普应该被弹劾，副总统万斯应该取代他的帖子上边写了一个 yes， 他转发，他还评论，他认可要弹劾川普，然后他要扔一个大炸弹，说川普为什么那个爱波斯坦那大淫魔，那不是有一个岛弄一帮未成年小女孩供他们玩乐，就那件子事儿吧，那个名单为什么没公布了？大家想，然后他下边写了一个 DJT， 直接就说川普，那意思川普实际上就是那大淫魔爱波斯坦玩弄少女那个名单里的人。好家伙，然后下边有很多人就跟那爱波斯坦，然后川普当时跑到那儿跟那帮什么女的在一起，然后他都转发，好家伙，他才开始贴这个。最后呢，他搞了一个成立独立第三党，发起一个投票。我看今天这都投到哪儿了？他给置了个顶，到现在呢是不是要成立一个新党？现在呢是有多少人呢？81%的人说 yes，19%的人说 no。
到现在已经有370万人投了票，那80%呢，200多万人认为是 yes。现在这个帖子已经有多少人看了？我看已经有4300多万人看了。他认为他要成立一个第三党啊。然后呢，他转发了很多东西，他翻出了过去很多川普的推文。原来川普攻击民主党啊，增加债务上限，然后搞什么那些啊，增加债务的那些啊，攻击式的那些推文，来驳斥现在的川普。然后还比如说，你比如川普讲了，说马斯克很生气，他想找一个他熟悉的人来管理 NASA， 我觉得不合适，因为他是一个民主党人，好像这人就是因为和马斯克的关系，结果马斯克就把当时川普提名那位杰拉德啊，就是那位 NASA 的局长，当时的那个贴文他又给附上。当时川普说啊，我非常高兴提名这位杰拉德当 NASA 的局长，他是个杰出的商业领袖、慈善家、飞行员和宇航员。然后他说呢，他推动 NASA 为太空科学什么的能铺平道路，说他是一个什么那个 Shift 4什么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有卓越的领导力，打开了一个开创性的全球金融公司，然后还创立了国际航天公司啊，当这个 CEO 当了10多年啊，为美国国防部都提供支持啊，说他对太空、对宇航员各方面说的跟花儿一样，这是川普自己说的。你当初是因为这个推荐的，马斯克的意思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我的私人关系有什么关系？最后都赖我啊，是因为我要推荐。到目前为止啊，双方呢因为进入他们的半夜，该歇会儿了，差不多得了，两边都上了火了。双方呢是暂时停战，没有更多的相互攻击了。当然呢，马斯克还在不停的转发他那个什么爱波斯坦，是有人给他那些东西吧。刚才我看最新啊，又播他的大火箭呢，在这说这事儿。我看有媒体的报道说，白宫在连夜开会，紧急研究如何应对这次的马斯克危机，因为这个杀伤力太大了。到这儿呢，基本把这件事儿都给大家总结完了。那现在我们说一点对这件事儿的观感和评论吧。首先，第一点，就像马斯克这个级别、这个分量的人物，在川普的第一任期，谁呀？班农。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是他的首席策略师啊，专门给他取了个名字。当时班农也不是参议院任命的官员啊，那个专门找了个名啊，首席战略师啊，还是那么个意思。结果川普在第一任期和班农在8月20号两个人翻船了，班农走了。那这第二任呢，和这位马斯克。就再等不了2月了。6月4号，俩人正式翻车。我看有专家评价，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人们其实最担心的就是那个班农。班农还是有墨水的啊，还是有点东西的。那当然，到了第二任期，大家最忧心的就是这个马斯克，因为川普本人的破坏力是具有破坏力。但如果加上马斯克，从去年大选一直到现在，大家都领教了这1+1大于2的厉害，这个破坏力是远远的大于2的，它的杀伤力是巨大的。现在川马体制散架没有了啊，这个或者叫什么叫川马链啊，这是彻底破裂了。现在很多人可以松一口气了。有专家甚至评论，美国人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光剩下川普的话，再加上马斯克跳反，变成了川普的对立面，现在已经变成了川普的阻力。两个人不是相加，1+1大于2，两个人现在变成了互相抵消、互相内耗，那川普的破坏力将大大的降低。原来川普的这种演讲能力、煽动能力，加上马斯克的钱啊，这种超能力啊，钞票嘛，当时那是真是起飞呀！很多人一看这要坏，到现在看呢，很多人是放心了啊。
这是第一点。说到第二点呢，我看到有人做了一个评价，把我给气乐了，说马斯克呢是爱了不该爱的人，川普是惹了不该惹的人。我认为这句评价也非常的棒。马斯克呢是有某种程度的自闭症了，说到这种人是非常自我的，他没朋友，别人你也很难跟他说上话，他很难被别人说服，他就自己在那儿待着，面对着几个屏幕，他就在那儿认死理儿，他就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所以说这是那种完全自我、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而且他偏偏又是一个能量巨大的天才和世界首富。这种人一旦陷入到那种负面情绪，他盯上谁恨上谁，对另一方来说绝对都是一场灾难。那现在呢伤了心了现在呢觉得伤自尊了。而川普那边呢也是唯我独尊的一个自大狂，绝对不可能服软。所以说两边的冲突下一步会进一步恶化。我相信在此时现在两人都没吭声，我估计有很多人都在互相劝，差不多得了你看这不是坏大事了吗？能不能劝下来，现在谁也没把握谁也没把握。所以说作为川普来讲呢，是不应该激怒马斯克的，就头前面那2条贴文是不应该说当时当然在梅尔茨那个见面会上说的那番话是有一定的问题了是等于就公开化了嘛。说你给大家总结说了那么多，大家认为哪句话最伤川普？就是正踢的窝心脚，踢的川普内心最不能接受的，大家认为是哪句话？我认为还不是那个什么爱泼斯坦为什么名单那个，我认为不是那个，我认为就是那句没有我你根本赢不了这场选举，这句话是最让川普接受不了。你看川普输了2020到现在，这都是他的噩梦那套那个绕口令，每次谁一招他喷那个一下就喷泄而出，那就跟你拼了。那当时是怎么盗窃，怎么选，偷了我们的选举，他念念不忘。没有你，我赢不了这场选举，这是最让川普不能接受的。正因为他说了这句话，川普后边的那2个帖子才出来的。这个必须大家而且这是什么忘恩负义什么的，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认为这个太伤川普的自尊了。川普一直认为我那伟大领袖没你我也能赢，你只是帮个忙，对不对？那没你我也能赢所以说后边他没忍住他没忍住。我认为这句话就原来打篮球那个，原来 NBA 那杜兰特，因为最后他们当时勇士队挺厉害的时候，就那一句话伤了他了。当时格林自己单干，没传给杜兰特，杜兰特回来就骂他：“你最后这教练安排的战术，你为什么不把球回传给我呀？你自己瞎干什么呀？”结果格林一下就上脸了：“没你之前我们就是冠军了。”哇，这一下让杜兰特本来就玻璃心，就这一句话，从此就这一根毒针扎在心里，再也没戏了。大家都觉得他回到勇士是最合适的，技术流嘛，他本身也都合适，再拿一个冠军多好呢。但就这句话，那就是无论如何，这就是最大的障碍。所以说，就马斯克把那句话说出来，这2个人大伙再劝，我估计他那主任什么苏珊包括他那个米勒，马斯克把米勒拉黑了，就他那副主任别人这都甭跟我说话，什么约翰逊给他打电话根本不接他现在跟万斯就刚才说让万斯上嘛，万斯可能说话他还能听2句，但就那句话没我你根本赢不了，这句话我认为是挡在2个人中间的一个天大的障碍，这就不能和了。但是你川普惹了他，这就演变成了现在叫 X， 原来叫 Twitter 和真相媒体社会真相
啊，这两个媒体之间的一场决战。你那个什么Truth Social，你那个影响力在哪儿啊？他老在推特上天天这么干你，2.2亿人的关注度，每次呢现在各大媒体都天天盯着他呢，他只要说点啥，各大媒体全登啊。民主党也把他贴文下来，然后开记者会也都天天在说这事儿。马斯克他成事不足，但凭他的影响力，在推特上天天这么呼风唤雨，对川普执政的打击是巨大的，这个损失是无法想象的，这个才是最要命的。所以说呢，尽管那根毒针已经种下，但作为川普来讲，我相信他还是要想办法修复两个人的关系，至少不能完全恢复，也至少不能让他再恶化下去。让小马你忙点别的，你别老盯着我了。你的爱国热情我们都知道了，你弄点别的去。你要这么下去的话，川普就毁他手里了。而且民主党那边也会兴风作浪，借着马斯克的力。那还什么中期选举啊？剩下离中期选举之前的这将近1年半，那就是灾难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啊，现在一个是爱了不该爱的人，一个是惹了不该惹的人。这件事儿呢是非常严重的。当时的朋友，我们平时生活中也有这样的，包括有的男女也有这样的。原来一块帮啊，两个人一块成事儿的时候啊，大力互相支持。等终于有一天突然间开撕，毁你最狠的就是原来这个人，这个是非常清楚的。说到下一点呢，这两个人这么互杠，对整个川普团队来说都是个巨大的噩耗。那这人都留不住，都待不住，那以后怎么办？说到川普的第1任期，我们之前给大家数过，一起走到底的屈指可数，就这一个巴掌都数得下来。而且大多数的同事，原来他用过的那些人，很多最后都变成了对立面，都反对他。而现在的团队中呢，能打的就仨人，一个马斯克，一卢比奥，一贝森特。你现在贸易战那边也进展不顺利，也陷入到僵局，贝森特陷入到苦战，卢比奥这边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如果1半年这3位都走人的话，那后边就剩下一帮忠心耿耿的草台班子了，那就注定是一事无成。你比如说现在就说到在马斯克的阻击之下，这美丽大法案现在变得岌岌可危，那到底能不能过呀？这关系到川普的声望，也关系到他下边的执政，他后边还怎么干呢？因为最新的进展，那记者就拦着那议长约翰逊就问呢，说马斯克说了，我们需要一项不会增加赤字的全新法案，你对此有何评论啊？结果议长约翰逊讲，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制定一项全新的法案了，我们已经为这项法案工作了将近14个月，你不可能从头再来，我们已经有了一份很棒的成果了。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那你过不了啊！你现在54个人，他现在是54票嘛，现在有3个肯定是反对，他现在还剩51，那再有一个跳反的，现在这事儿都不好办了。所以说在参议院呢，现在最终结局现在呢也很严重，特别是他有一帮呢推波助澜的马盖尔党，现在在这件事儿上现在是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原来马斯克得宠的时候，像班农啊和那个卢默啊这些人呢，这一男一女看着他都别扭，凭什么是你呀？那现在班农可逮着机会了。班农讲呢，呼吁嘛，要对马斯克涉嫌吸毒，以及他试图从五角大楼获取有关中国的机密简报一事，要为这件事展开安全调查。在调查期间，他的安全许可应该完全被暂停。而且班农讲，他的太空探索公司应该在午夜前就被美国政府接管，因为他那太重要了。班农说，我坚信他之前是一个非法移民，他甚至应该被立即驱逐出境。可能当时那个签证的事儿，当时后来他
没娶那个美国人之前，他自己那个签证是不是有点小问题，还打工什么的，这我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说这帮马克党今天骂马斯克的排山倒海，就唯恐两个人不继续撕。那下边一话题呢，马斯克真的会创建一个新的政党吗？来和民主党和共和党来竞争？我认为是不会了。当然，有人认为呢，只有这么做才能保障他的商业帝国的安全，同时呢，也能在美国社会继续发挥他的影响力。那他不是美国出身的，不能当总统，那可以当党主席吗？他手里有钱，可以讲在很多地方有钱，那就能使，不能说什么推磨吧，反正他就是管用。我说让谁当选谁就当选，我掌握着经费的。那包括川普现在就对美国参议院，他也说这个呀，我那个川普基金会很多亿在里边呢啊。那下边你们要选举，你得跟我要钱，你得看我的脸色。川普在国会的影响力也在这儿，马斯克钱更多了。我搞一个党，我搞一搞不行吗？我当党主席，我操盘，是有人这么分析了，但是我还是认为不会了，因为我不相信他再会继续搞政治。因为现在他的生意已经开始面临到生死考验了，现在他的股东们都不答应了，而且他也没有精力再去组党、再去搞政治，那是个很耗时间的事儿。到处做演讲等等的，那很麻烦的。说到他的生意，川普把他那$7500的电动车的补贴给砍了嘛。等于川普特斯拉卖车的这个销量的引擎直接给熄火了，那等于让这些中产阶级、让消费者买车直接加价$7500呢，而且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是雪崩的，美国的补贴也被砍，而且现在政策全面出现了反转，电动车已经不是被鼓励的了，特斯拉已经从一个盈利公司。有点现在退化成一个靠讲故事、画大饼来撑市值的一个初创企业的一个样貌了，啊，我们的人工智能啊，我们下一步怎么样啊？马斯克经常发一些那个漂亮的照片，已经靠讲故事来继续活下去了。本来这是他俩翅膀往上飞，现在这俩翅膀都给打折了，他的生意是不好做了。而且我认为他也没这个号召力，谁有？川普有。如果哪天跟共和党闹翻了，川普出走，自己组织一个川普党，他做得到。你说马斯克能做到吗？你别看他有钱，我还真不认为他能做到。原来你让布隆伯格，我们叫彭博嘛，有名望的一个大亨啊，最后出去自己选独立候选人或者怎么样，最后呢边儿都不挨着啊，那不成。所以说呢，我不认为他有这样的一些作为了，这是出个气了。这里边有没有中国方面的影响？也有可能。我看有一种说法了，说马斯克呢在中美博弈的关键时刻啊，奉中国之命向川普发难。我认为这个有点开玩笑了啊。但是呢，在中国那边，我认为对马斯克这次的这个性情中人的率性而为，会表示感激，这算是一个助攻了。因为呢，没有他这次和川普的高调开撕，川普是不会陷在左右为难的泥潭里，陷在这个内外交困的困境中的。这场科技和权力的猛烈的开撕，导致了美国对外谈判现在开始变得急迫，他现在变得也不像以前那么傲慢了，处境有所改变。所以说，在马斯克的多少的火力的掩护之下，习近平是获得了一点喘息的机会，所以说对习近平是有帮助的啊。川普的现在的脾气有所下降，今天是签了一个什么呀？你看那个脸色心情很不好，应该是对川普本身也是性情中人，他是对他有影响的。所以说到这次呢，我总结两个人呢，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之下，可能不会像今天撕得这么猛，但心结这个是解不开的。
特别就是那句“没有我，你根本赢不了”，这句话是不能被原谅的啊。所以说呢，到这步，不知道马斯克下边会对川普整个这摊事儿啊造成多大的杀伤啊，我们拭目以待。但是呢，今天呢，给我的观感就是这些了。